知不觉间，2023年也逐渐走到了尾声。按理来说，这个期间应该是各大平台拿出压箱底宝贝的时候，结果看看现在的剧作市场，堪称大型比烂现场。小满生活、你安如梦，还有收官不久的以爱为营，都被观众一顿痛骂，脸都抬不起来了。鹅厂倒是很有魄力，明知道陈牧驰争议大，还把南海归墟抬上来。不过从热度成绩来看，这一步棋其实走得不错。而某库靠着港剧新闻女王打了一个翻身仗，这倒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佘诗曼不愧是当家花旦，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。眼下陶厂坐不住了，赶紧放出一念关山，把五花刘诗诗坐镇，古装加武侠加权谋，完全就是奔着热度来的。果不其然，首播当日热度7000，打破今年平台的首日热度最高纪录，确实够猛。但一部剧可不能光看流量，豆瓣评论区的差评根本压不住，尤其是对于演员的吐槽最为严重。有人直言全员演技垃圾，像人体模特和木头庄子，女主双眼无神，吹上天的仪态就是端端端。男主不好评价，女主声音巨雷啊。其实整体来看，男女主、男配角都很拉胯，这才开播几集就已经出现了多位败笔演员，到底演成什么样了？咱们接下来就来看看。首要说就是刘诗诗，她的颜值不减当年啊，真不愧是八五花之一，太扛打了。跳舞让人梦回步步惊心雪中红梅舞，这修长的脖梗加上我见犹怜的眼神，我甚至能感受到当初四爷看若曦时的怜爱与欣赏。一招一式尽显舞蹈功底，虽然简单却能直抓人眼球，大戏更叫一个精彩绝伦。你别说，不愧是能抬出镇魂诛仙、陆贞传奇的导演，是真懂观众想看什么。武打戏镜头衔接丝滑，氛围感拉满，同时刘诗诗的飒爽英姿简直帅爆了。从每个眼神交接到行云流水的动作定点，她的身姿让人能充分相信这位女主的武功确实炉火纯青，而且颇有点厌世的气息。最让人惊讶的应该是刘诗诗的状态，不仅仅是无时无刻不端着的仪态，更是她皮肤与精神面貌的状态。在日常光线下毫不畏惧对脸镜头，这里侧面光打过来显得棱角分明，脸上细碎的肉毛清晰可见，甚至还能看得见密集的汗珠，双眼皮褶皱与唇纹都清晰可见，让人几乎挑不出这张脸有什么瑕疵。晚上死亡光线，正面几乎没什么打光，脖子与脸简直都是两个色号，但这微微的侧颜还是非常抗打，不算英朗的眉毛恰到好处，秀气的鼻梁加上没什么妆感的眼睛，这表情都极为生动。谁能想到这届已经36了，但除了身姿，相比于其他八五花，这么多年他的演技却没有什么长进，甚至还在使用配音，这就太丢人了吧。关键是配音又不贴脸，怎么听怎么别扭。而且他的表演可以用一个词形容，端着。当任如意不需要伪装成柔弱小白花后，他就将脖子使劲挺起来，仔细看都能看到青筋用力的痕迹，然后再侧过身，眼睛不知道看向哪里，反正就是不看自己要说话的人。知道的这是在演戏，故作高冷；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杂志凹造型呢。这表演真是比钢筋还生硬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在剧中有一段是刘诗诗跟戏骨王彦的对手戏，昭华皇后自知命不久矣，临死前最放不下的就是眼前这个善良的姑娘。她看向对方的眼神就像是看向曾经的自己，怀念、怜惜、不舍。王彦的动情表演看得人潸然泪下。然而镜头给到了刘诗诗，眼睛虽然红彤彤的，但眼神木讷，一脸冷漠。拜托，是你自己说昭华皇后如姐如母，眼看着她要死在自己面前，居然只剩下不咸不淡的表情，太出戏了吧。本来这段戏最能体现出任如意内心背负着的过去，但刘诗诗演得过于拉胯，导致观众看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36岁的她保养的确实不错，但如果只是当花瓶，究竟还能继续当几年呢？再说剧中的男主，不得不说现在什么人都能当演员了。非科班出身的刘宇宁原本只是网红，因短视频走红成为一名歌手，如今又成为演员，还成为 S 加古偶的男主角，不禁让人疑惑，什么时候转型这么容易了？演员的门槛就这么低吗？如果说刘诗诗起码能当个花瓶，让观众赏心悦目，那么刘宇宁连当花瓶的资格都没有。都说小眼睛聚光，但他的眼睛过于小了吧？别说什么情绪表达，离镜头太远的话，观众可能都不知道他究竟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。
而且从他寡淡无味的五官、溜肩驼背的体态来看，古装丑男的阵营里恐怕又要多出来一员猛将了。当然，演技也是他的硬伤。刘宇宁扮演的角色宁远舟是六道堂堂主，武艺高强，却是个吃货。这人设简直自带萌点，本来可以很有俗感，可他的表演不知道要表现什么状态，一会表现出凶狠的模样，三两下解决背叛者，一会又呆呆愣愣的，被女主撩拨两下就六神无主。我想可能连刘宇宁自己都没弄明白人物到底应该如何呈现，只知道把各种浅层的特点表达出来。还记得剧中有一幕是他听到反派手里有自己兄弟战死的原因，表情没什么变化，就当是人物成附身，懂得伪装，但起码要把眼神戏里观众演出来啊！就直勾勾的看着对方，气势弱的可怜，好像六道堂把他开除也是应该的。只能说隔行如隔山，祝他成功吧。在我以为刘宇宁将是整部剧最大败笔的时候，不得不承认他有的镜头还是能看得过去的。而最看不过去的竟然是陈小云，没错，是陈小云，又是他。或许导演比较喜欢线条感，偏偏喜欢拍演员的侧颜，于是陈小云再次顶着这突兀的鼻子出镜了，而且连带着还有寿星公一般的大脑门。男演员合体演屏幕前观众的表情，一笑起来，脸上的肌肉全都拧在了一起，动弹不得。这硕大的卧蚕在灯光下格外显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演的是心机女。可这个人物还是个恋爱脑，你说这件鼻子、小嘴尖下巴，越看越精明刻薄，谁能把他与人设联系到一起啊？再加上女主刘诗诗的衬托，这从服装到发饰都一丝不苟，妆容也有些浓郁。刘诗诗那边穿着朴素，还没什么妆感，对比不要太强烈。其实如果只是都市偶像剧也就算了，毕竟现代剧有发型修饰，还有服装上的搭配，就算网红脸大家也是能接受的。但这古装剧可没有那些讲究，发型华丽却也不修饰脸型。当这张僵硬的脸直接展现在屏幕中，观众真的很出戏了。这鼻子看一眼别扭一下，直接从双眉之间高高耸立了起来，这笔直的滑梯直接戳了出来，鼻孔都被拉长了。偏偏导演又喜欢拍演员的侧脸，这突兀的曲线、科技变美的痕迹实在是有点明显，一笑起来那就更别说了。好在这里陈小云的眼妆能盖住双眼皮痕迹，可大大的卧蚕还是支棱了出来，还有僵在一坨的苹果肌，无论怎么笑都想被熨平了一般。整张脸只有深深的法令纹清晰可见，再加上这鼻子，恍惚间在这张脸上，我仿佛看到了许多女演员的影子。这都算好的，陈小云饰演的贵妃要拥抱李同光，当脸一侧过去，那才更吓人。没有了光线的加持，额头直接鼓了出来，就算有刘海都挡不住。鼻子这回不是连着眉骨了，而是直接连着额头顺了下来。好家伙，下巴更是小的可怜，甚至挂不住脸旁边的肉。这位贵妃是心思单纯的恋爱脑，被李同光一再欺骗利用，就算知道对方的用心，依旧自我欺骗，反正就是爱。但陈小云这张脸已经有些变形了。尖尖的下巴加上尖尖的鼻子，显得有些刻薄，咧嘴一笑更是瘆人，真的不适合演恋爱脑，反而有点反派难为。本身就很垮，再加上别人的陪衬，这对比就更明显了。有时候服装发饰越华丽，妆容越浓，反而会盖住身上原本的魅力。如果五官上又有改动，那就更别说了。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吧。这几年观众已经见过他多少次，又有多少作品因为这张脸被毁了。狐珠夫人中，陈小云高高耸立起来的鼻梁，加上小尖下巴就足够让人出戏。但这部剧它镜头不算多，而且人设加持，不需要做什么表情，轻轻日常里没什么美颜磨皮，陈小云的面部状态就已经一览无遗了。脸上的皮肤没有那么紧致，明显松弛了不少，法令纹明显，双眼皮褶皱也清晰可见，整张脸变平了，没那么立体，只有鼻子支棱了出来。薄冰就更不用说了。双眼皮假打卧蚕更加突兀，这鼻子假到不行，360度全死角，每次出镜都让观众两眼一黑，仿佛一个假的娃娃一样。当然，事已至此，也已经挽救不了了，追求美也要把握好度啊。而陈宥维一出场，屏幕前的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。这头上莫名其妙的刘海，到底是谁给他弄的？现代风与古代风的结合吗？看起来不伦不类，爱豆的味道太浓郁了。这颜值配上这个造型，不用多说，辣眼睛就是了。而最魔鬼的还是陈宥维的演技，我想但凡看过演技类综艺的观众，都对他翻拍《夜华》和果郡王的名场面有印象。
果不其然，新剧中的他还是演得那么可笑，只要一表演，这张小鸡嘴就跟着用力，必须要露出2个大门牙，撅着嘴唇念台词，每一个动作都带着精心设计好的尴尬感。当他看到反派对男主不敬的时候，陈宥维的五官又一次飞了起来，龇牙咧嘴的看着对方，明明他都快急哭了，为啥看起来这么搞笑呢？陈宥维还是演点喜剧比较自然，正经的电视剧轻易就别演了。说实话，一念关山并不是一点优点也没有，至少在人物群像的刻画上还是比较符合当下观众的口味的。有野心勃勃的皇后，有风流浪子于13，有天真无邪的小公主等等，并且其实其他演员们都表现出了不错的演技，将人物特点精准拿捏。而且这部剧属于升级打怪的类型，一边走一边突破困难，内容设计上与大部分古偶还是有区别的，不算俗套。好久没看过原创剧本了，能抬出来就看出创作者的野心。只可惜角色没选对，导致口碑大打折扣，后期想要爆火就看剧情给不给力了。不知道你觉得这部剧里谁的演技最烂？